扔。怎么教你扔球？为什么你正手扔的球的角度的弧度和你的反手不一样？这个看不出来吗？这个也要教吗？说话。这又是什么？这是纯靠你的手扔的呀，跟你的重心有什么關係嗎？這也不是啊。你覺得這是嗎？一切要從極其平常的搶錯訓練開始。眾所周知，進網球才更適合搶錯，也就是球頭過網以後是向下落的。扔球的人要盡量扔出來進網球的效果。視頻中楊用的是謝宇幻影700，黃紫雙面雙色高顏值進攻連貫型球拍，一開始還很正常。忽然一個特別高訓練的節奏就沒了。接着又是幾個飛進網球，球頭過網帶是很平，這種球不適合搶錯。然後忽然又是一拍高的，扔的依然是一個遠網球。不可以讓球飛行過網帶後才到達最高點，要以下落的方式過網。然而小帥根本控制不住扔球的角度，專業訓練1年多了不會扔球，扔不好的原因是什麼呢？小帥雙腿站得筆直，純用雙手在扔球。如果只是把球扔過來，不講究落點和質量沒問題，但是訓練時這樣完全控制不住球的走向。打球中不會有人上網立正挑球的，因為這樣失去了重心轉換帶來的力量傳遞，所以力量只能通過胳膊發出。在打球同時還要兼顧維持重心平衡，是控制不好球的落點的。前場球重心轉換的關鍵是腳先落地，手再打球，由後向前的力量傳導至胳膊，再由手控制發出多少力量擊球。肯定不是力量都由胳膊發出，扔進網球更需要控制力量大小和出手弧度，單憑胳膊扔很難做到控制。可是小帥腳先落地，為什麼還是扔不好球呢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為什麼你的球還是扔出來非常的平，非常的衝？大家看他的右腿並沒有過多彎曲，右腿不彎右髖也就無法向前，力傳導也就停止了，所以他現在依然是只有胳膊。你看你停不住啊！這就是教練常說的重心沒傳導上。然後他又做了一個離譜的動作，他先邁腳站穩，重心可以任何傳導效果了，再扔球，看得我也是哭笑不得。我們扔球時要和打前場球一樣，重心從左腳傳導至右腳，隨着重心轉移帶來的力傳導帶動大臂，帶動小臂，將力量傳導匯聚於手掌，再由手根據情況決定發出多少力，並不是單靠胳膊的發力扔球。大家看這裡，如果上右腳後膝蓋不彎，會使右髖無法向前，推凳子只能用上胳膊的力量。只有在膝蓋彎曲的情況下，才能完成由後向前的重心轉換，才能用上身體的力量。再看一下對比，當我們打前場球時，想要控制好球的出手，首先要做好重心轉換。沒有重心轉換，就無法將身體的力量傳到手腕手指。如果手腕手指又要大大的發力，又要基礎控制，是非常難實現的。前場球的重心轉換都是隨着右腳邁出重心，由後向前轉換，隨着右腳落地，力量從身體向大臂、小臂傳導，最後再由手控制匯聚的力量，決定發多少力、什麼出手角度。扔球也是訓練的一部分，這也是楊為什麼生氣的原因。很明顯，不邁腳會沒有重心轉換，邁腳不彎腿會沒有身體力量的傳導，這些都是無法控制住出球力與角度的原因。正確的應該是右腳落地後自然彎腿完成重心轉換，同時力量傳遞到手掌完成出球，會大大提高控制的可靠性。我們再從側面看一下，重心轉換的穩定也取決於腿部力量的大小。後面分享幾個專項訓練。
包括接發球時的控制也是這樣實現。有了足夠的力量，才能盡可能避免受傷。這是我哥前2天剛受傷的視頻。一雙屈膝弓箭步，一組邁腿30次，注意左腿膝蓋也要彎，右膝蓋不可以超過腳尖，上身一定要保持穩定。右腿練完換左腿，一共做5組。而固定弓箭步前後轉移，左腿彎曲保持固定位置，右腿依次前邁和後伸，一組30次。有基礎的小夥伴可以盡可能減小左腿蹬起的弧度。新練習的同學可以伸直左腿在下面。3保加利亞深蹲和前面一樣，上身保持穩定，膝蓋不可以超過腳尖。下降後停一會兒再上升，一次15個換腿，一共做5組。好了，我們下期見哦！答應大家的頂肘和蹬轉會盡快的。1鍵3連。